二郎，如果东进中原，父皇，您终于下决心了。眼看老爹终于决定要制霸天下，望父成龙的李世民甚是欣慰。然而如今天下四分，河南的王世充跟河北的窦建德，以及江南的萧显，李渊深知这三股势力都不好对付，于是询问二郎：这三股势力我们要先打哪一个较为妥当？当然是王世充。如果王世充与窦建德联合起来，会怎么办？我不会让他们联合。李渊不知道李世民哪来的自信，但见儿子说的如此有信心，想必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一屁股坐在龙椅上，就让二郎细细道来。李世民表示，王世充在河南，窦建德在河北，两人之间隔着一条黄河，而这宽阔的黄河可是不好过。况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即使他们联合了，也会互相猜忌。毕竟谁不想自己一统中原？所以李世民说的这两点均是兵家大忌，因此他才如此自信，并且只要拿下王世充，把关中与河南连成一体，到那时我们即可北上攻打窦建德，也可南下进攻萧显。一听二郎又为自己铺好了路，李渊忍不住的笑出一排大白牙。想不到你已经有谋略了，那时机呢？父皇，春天不行，草没有长好，等到夏天，草长好了，马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就等他半年。李渊脑袋一摇，半年已过。这位唐高祖当即召集文武大臣，宣布东征洛阳的事宜。他任命二郎李世民为征东行军大总管，四郎李元吉辅佐，率领10万大军东征河南的王世充。等一切准备就绪后，10万唐军便浩浩荡荡地向洛阳挺进。数日后，唐军便来到了洛阳城外10里处，但李世民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准备先分兵吃掉洛阳周边的其他城池，避免他们支援。令行军总管史万宝在，率你的宜阳府军攻占龙门，控制洛阳南方。是。怀州总管黄俊汉在，率你的府军进攻回洛，控制洛阳北方。得令。将军刘德威在，率你的府军穿过太行山，包围河阳，控制洛阳东北方。是。上古公王军阔在，率你的府军进攻怀远，切断洛阳的粮草。是。等安排好一切后，李世民便率领主力部队向洛阳推进。而为了引王世充来战，平生最爱浪的李世民竟带领500人来到了洛阳城下挑衅。陛下，斥候报告，那确实是李世民，他只带了500人。王世充听后一脸不屑，声称李世民一个黄口小儿，这洛阳城可不是那么好打的。今天我要让他落在我的手里。一旁的单雄信却很是不解，他李世民带着500人就敢来单挑咱3万人，这家伙是不是疯了？而王世充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之前就与李二交过几次手，他很清楚对方最喜欢玩这种以少胜多的策略，而且上次就让他侥幸跑了。于是他决定亲率1万铁骑杀出洛阳，准备一举拿下李世民。然而膨胀的王世充却殊不知这是李世民的诱敌之计。好，来了，统统吃掉！随着李世民的一声令下，埋伏好的唐兵应声而出，瞬间将毫无准备的王世充大军冲了个稀巴烂。等这位阵亡反应过来，也以为时已晚，上万大军险些全军覆没，就连单雄信也差点被李世民一箭爆头。此战过后，王世充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不是李二的对手，如今只能龟缩城内跟李世民打持久战，同时派自己儿子去向夏王窦建德求援。而李世民也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这让秦王顿时陷入了被动。毕竟作为长途奔袭攻取城池的一方，他们更需要的是速战速决。倘若他们真的合兵一处，那么唐军此战的胜算可就渺茫了。而四弟李元吉倒觉得无所谓，咱也不是第一次打洛阳，上次你和太子部也不是没打下来，不行咱就再撤呗。动摇军心的话你不要讲，在这儿说又不要紧，在这儿也不能说。好，不说就不说。这齐王李元吉为人骁勇又骄傲自大，可李世民本就感情淡薄，这嘴上放软，心中却十分不爽。但不爽你也得先憋着。而李世民没有丝毫撤退之意，因为他觉得就算窦建德同意支援洛阳，但要赶到这里也需数月时间，所以我们只要在他到达之前发起总攻，抢先拿下洛阳，唐军的危机自然迎刃而解。于是李世民当即下令向洛阳发动4面进攻，可没成想城中王世充的防御十分严密，唐军的攻势竟一次次被对方瓦解，苦战10几天仍未攻克。殿下，单雄信的弩太厉害，实在是靠不进城墙啊！看来王世充隐瞒了实力，地道了。他们用水灌了地道啊！他们还是有准备的。撤吧。啊，是。面对这王世充必成不出的打法，唐军是节节失利，军心也开始涣散，这让李世民也一时拿他没辙。而都说祸不单行，洛阳啃不下来，窦建德的数万大军也将在半月后抵达虎牢关。在这样极端的压力下，不但李渊发来密敕让李世民撤兵，就连大唐名将李世济都认为此战该退。军事疲惫，军心涣散，要不就休整，要不就班师回京。而长孙无忌让众人不要太悲观，他表示我们攻城几个月以来，周边的城池都已经投降了，如今只剩下洛阳这一座孤城，而且咱们已经断了他们几个月的粮了。
我估计城中还没被饿死的最多也就数千人，敌我比对明显优势在我，咱们只要再坚持一下，定能一举拿下王世充。所以说，洛阳城绝对不会长久的抵抗下去。对于大舅哥的看法，李世民频频点头表示了赞许，但偏偏有人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那就是打刘武周顺便收下的降将勋相，却很不合时宜地站出来打击士气。虽然洛阳粮草已断，但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如果他们就这样坚壁不出，我们也毫无办法。窦建德随时会到达，草原18部也有可能趁此机会进犯长安。到那时，我们反而会非常狼狈。看着在场的将领一个个都想班师回朝，李世民勃然大怒。为了挽回军中低迷的士气，他当即拿来主帅的3军结账，给将士们打气。诸将听令，洛阳被破，势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看到李世民如此执迷不悟，主张退兵的荀相便趁着大军入睡时，带着亲卫叛变逃离，可恰巧被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发现了。荀相跟尉迟敬德是一伙，他们都是二哥的人呢。既然有削减李世民势力的机会，李元吉自然不会放过。况且上次尉迟恭还得罪过自己，于是立即命人直接捆了尉迟恭，给他扣了一个反叛的帽子。妈的，你们放开我！你跟荀相想里应外合嘛？回想上次尉迟恭将李元吉的马和李世民的马分开放在邙山的东面和西面，而小气又自卑的李元吉认为尉迟敬德看不起他，这才故意将他的马放在位置不好的邙山西面，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李元吉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报复，又岂会轻易放过他？我要去见秦王，你把我放开！你搅了我的酒兴，我浇你的头。而这一杯酒浇下去，也注定了日后二人必有一场大战。到了第2天，这个消息便传到了李世民耳中，这让他十分生气。胡闹！尉迟敬德怎么会叛变？啊，他要叛变早叛变了，能等到今天吗？当年你我家潼关打得死去活来，那身为隋朝的左武侯大将军，归顺大唐，他会叛变？而屈突通劝说李世民不管尉迟敬德真叛假叛，直接弄死他一了百了。毕竟这么一个猛将，如果心生怨恨投靠其他人，日后将是我们秦王府的大敌。尉迟敬德实在太厉害了，这样的人到谁手里对我们都不利呀，应该是个隐患。现在既然压在手里，他一定也会怨恨，不如趁机把他杀了。你给我闭嘴！屈突通作为李世民的心腹，他的所言所行都是在为李世民考虑，但李世民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他有信心能收服尉迟敬德这位大将。是敬德向我投降的时候，你就主张杀他，结果他叛变了吗？没有，你现在还是这个想法。你过去，把他带到我帐里，快去！说罢，李世民便怒气冲冲地回到帅帐，随即吩咐长孙无忌去凑齐一整箱金银珠宝，他要亲自收服这位当世猛将。没多久，屈突通和殷开山便押着尉迟恭走了进来。不料李世民见状再次大怒：谁让你们绑的？还不开绑！元帅只说把他带来，没说开绑带来。我也没说把尉迟将军押起来啊！说罢，李世民便拔剑亲自为尉迟敬德松绑，紧接着他还将尉迟恭邀请到自己的卧帐，而这卧帐可是私密场所。李世民此举就是要告诉尉迟恭自己对他有着绝对的信任。大丈夫讲义气，这点小误会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是不会听信谗言。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走，我也不拦你。这点钱你带上吧，算是我们的一点交情。尉迟敬德一听就不乐意了：你瞧不起谁呢？我是见钱眼开的人吗？我怎么会走呢？不过你叫我走，我就走。说罢，尉迟敬德起身做事就要提起银子离去，可看他似乎使出吃奶的力气都没能提起来。多了还是少了？我确实提不起来，我不走了。李世民和尉迟敬德相视一笑，心如明镜。要知道尉迟敬德天生力大无穷，举1000斤重的石狮子都不在话下，区区一箱金银珠宝又怎么可能提不起来？很明显，这是双方互相给的台阶下。随后，李世民为尉迟敬德摆下压惊宴，为的是让李元吉和尉迟敬德来一出杯酒释前嫌。在二哥的威压下，李元吉才不情不愿地喝了杯和氏酒。尉迟敬德看着李元吉17岁的稚嫩小脸，他端着酒杯猛地站了起来。见此，李元吉面子上也稍有缓和。一众人等也期待着两人的杯酒释前嫌。可当李元吉刚端起酒杯的时候，不料尉迟恭突然来了个90度大拐弯。谢齐王。尉迟敬德这一跪虽说彻底得罪了李元吉，但也从此让他进入了李世民的核心圈，而有了尉迟恭的全力护持，也最终助李世民登上了皇位。不过这些都是后话，眼下战况紧急，洛阳久攻不下，而支援王世充的窦建德又即将赶到。
窦建德正在率10万，号称30万兵力逼近黄河，你们看怎么办？河北的窦建德一旦过了五牢关，唐军将面临被包饺子的风险。这时，一旁的杜如晦却觉得眼下有一计可一举两得。 但是风险很大，那就是围点打援，以唐军主力围困洛阳，另派一支精锐现役部抢下虎牢关，从而阻击窦建德。而这虎牢关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说不定还能一举拿下窦建德。如此一来，没有粮草的洛阳也将不攻自破，一举结束两敌，岂不是上策吗？虽说杜如晦的计策过于冒险，但眼下除了此计也别无他法。这时，主战派的长孙无忌提出2点关键性的问题：一，要保证王世充不会倾城而出。 2. 要及时遏制窦建德的进军，要做到稳操胜券，就务必要做到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反之就会造成我军腹背受敌的局面。李世民听后很是赞同大舅哥的观点，于是，在思虑片刻后，这位天策上将当即决定兵贵神速，出其不意。趁着王世充还不知城外的情况时，他们直接在虎牢关口痛击窦建德。